大家好，我是小玉。苹果是我们经常食用的水果之一，苹果中营养成分可溶性大，易被人体吸收，故有活水之称，是公认的营养程度最高的健康水果之一。今天就用苹果给大家分享一道一年四季都可以喝的养生汤。这是我村里一个98岁的老中医教我的一个养生秘诀，做法虽然简单，口感却非常的好，大人小孩都非常的适合。亲人们一起跟着视频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。准备一个比我拳头还要大的苹果，放进大盘中，倒点自来水把苹果打湿，跟着往里面加入1勺摩擦盐，用温柔的小手帮苹果按摩按摩。苹果是一种生长期较长的作物，为了防治病虫害，从开花到果实采收，常需要喷洒大量的化学农药，所以把苹果买回来之后，我们一定要认认真真的清洗。但是很多朋友吃苹果的时候，都会选择把苹果皮给削掉，殊不知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。其实吃苹果皮也能给人体提供许许多多其他的营养元素。新鲜苹果皮的膳食纤维含量比苹果果肉还多，所以苹果的皮在能不削的情况下，咱们就尽量不要去削掉，用食盐搓洗搓洗，利用食盐的摩擦力，就可以把苹果表皮的脏东西和农药残留带走。家里面有小苏打的朋友，也可以放一点小苏打来清洗。用食盐搓过一次的苹果，我们再反复的用自来水多漂洗2次，以这种认真的态度洗出来的苹果，我们就可以放100个新的，连苹果皮一起吃掉了。洗干净的苹果压到菜板上，用大刀一劈2段，然后改刀切成片，厚度大概在1公分左右。苹果我们一般都是洗干净直接生吃，但是有些人脾胃虚寒，不适合生吃苹果，我们可以把苹果煮熟，煮熟的苹果营养价值更高，味道酸酸甜甜，老人和小孩都爱吃。把苹果全部切成像视频中这样的小片，然后用手把苹果籽抠掉。苹果籽可不能吃哦，因为苹果核里含有氢氰酸，是一种剧毒的物质。如果你吃苹果时候不小心吃了苹果核，一定要吐出来，积累到了一定量会中毒的。苹果籽全部抠出来以后，再将苹果分切成小块，将苹果切成小块再食用，可以帮助你更好的消化和吸收其中的营养物质。因为切块后苹果表面积变大，使得消化酶更容易与其接触，从而更容易将其中的营养成分吸收。苹果全部切好后，放入大碗中，接着往碗中加入足量的自来水，水的量要保证把苹果块全部淹没起来，使苹果块完全浸泡在水里面。只要减少了苹果和空气接触的机会，就可以保持苹果不会被氧化变黑。接下来再准备一把芡实、一把茯苓放入另一个大碗中，用自来水清洗一下。茯苓和芡实这2种食材都比较干净，一般情况下用水洗1次就可以。茯苓和芡实都是我们比较熟悉的2种食材，而且2者的营养价值都很高，可以补充我们身体的各类营养物质，平衡我们体内的所需的维生素，使我们的膳食纤维平衡，对我们身体健康大有益处。茯苓和芡实清洗干净后，控水捞出，直接放到砂锅里面。接着把苹果片连同浸泡苹果的水一同倒入砂锅里面，然后再加入足量的清水，水的量可以根据自家人口的数量来定，然后盖上盖子，先开大火把锅里面的水煮开，煮开后再转中小火，煮30分钟左右。因为芡实和茯苓比较硬，所以一定要煮30分钟，甚至是以上的时间，才能把它煮软烂。真正用时还是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定哦。30分钟后打开盖子，哇，一股苹果的香甜味扑鼻而来，让人心旷神怡。
而且苹果被煮过之后，里面的膳食纤维也得到了软化，软化后的膳食纤维和果胶更容易被人体吸收，可以充分发挥苹果的作用。现在再往里面加入5颗大枣，枣在人们的生活中多象征着吉祥与幸福，是礼仪庆典上的必备之物。常见的习俗便是婚礼上关于早生贵子的祈福，一般是由德高望重的老人在新婚夫妇的床头背角放几颗枣、花生、桂圆、莲子，取其谐音，以求早生贵子，多子多福。用勺子搅拌几下，盖上盖子，再焖煮它15分钟。趁这个空档，我们再来准备点猛料，一小把的枸杞放入盘中，倒入适量的自来水，下入爪子，把枸杞抓洗。枸杞有黑色枸杞和红色枸杞2种，功效和作用却是天壤之别，所以大家在购买枸杞的时候一定要问清楚，一定要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进行购买，千万不要买错了。清洗枸杞和清洗我们的芡实以及茯苓有所不同，芡实和茯苓表面非常光滑，所以清洗起来非常快捷，而枸杞表面有许多沟沟壑，非常不容易清洗，所以只洗一次是洗不干净的。洗枸杞的时候，一定要多换几次水来漂洗，在有必要的情况下，还可以加点盐以及面粉，小苏打也可以，它们的清洁能力更强。枸杞洗好后，放入小盘中备用。现在锅里面的食材也已经煮得差不多了，打开盖子，把枸杞倒进去，用勺子轻轻地搅拌。我现在每天都用心分享做菜小技巧，亲们能不能给我个免费的爱心，鼓励一下？万分感谢您了。认真的搅拌30秒左右，我们的养生汤就熬煮好了。现在把火关掉，趁热盛入大碗中。刚盛入碗里面的时候，热气腾腾的，非常烫嘴。我们可以稍微放凉一点，再来美美的享用。这道98岁老中医的私家养生汤就做好了，做法非常简单，所用到的食材也非常的简单，但是作用却一点都不简单，大人和小孩都非常的适合。有需要的女性朋友还可以往里面加一点红糖哦。喜欢的亲人们可以收藏起来，给家人们试一试哦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内容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感谢您的支持，我是小玉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，拜拜。